大家好啊，我是戴红。斑鬣狗是戴红特色科教频道里最火热的角色之一。其实呀，老斑它还有几个老乡，长相也是相当可爱，习性各有不同。今天咱来说道哈。鬣狗科大家族属于是地球online上个版本的版本强势种族，其成员数量众多，质量呢更是出色。曾经一度有3个亚科、20个属和70个种，栖息地遍布欧亚非大陆，还短暂的登陆过北美洲。其中既有豹鬣狗那样的刺客型英雄，也有巨鬣狗这样体型大如熊的重装战士。其中能讲的有很多，回头咱在戴红古生物系列细说哈。然而悲剧的是，随着版本的更新，这些老鬣狗们都记了。现存的鬣狗一共有4种，它们虽然名字里带狗啊，但其实是自成一派的鬣狗科。比起犬类，它们和猫科以及灵猫科动物的亲缘关系更近一些，同属于猫型亚目。鬣狗科成员其实长相上差距不是很大，不像各种海豹那样长得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。老鬣们都有一颗较大的头和醒目的耳朵，普遍前肢长于后肢，多少有点不死族食尸鬼的特征哈。头骨和下颌骨厚实，在饮食方面基本都很务实，能捕猎的时候就自力更生，有尸体的时候就吃一些自助餐，有些还像穿山甲食蚁兽们学习变成了食虫者，适应力是相当的强。这种被虫系英雄痛恨的动物正是土狼亚科土狼属的土狼，刷新于非洲东部和南部比较干燥的平原地区和灌木丛里，体长55到80厘米，体重7到10千克。相比它的其他3个亲戚，土狼形象属于是相当可爱，仿佛是一个宝可梦的第1阶段一般。它们的体型比较瘦削，口鼻部也更纤细一些。虽然外貌非常卡通，但它有一个十分坚韧带满肉刺的大舌头，一招舌舔可谓是昆虫们最可怕的噩梦。说是吃虫子呀，其实它主要吃白蚁。当白蚁在哪里出现，哪里的土狼便泛滥成灾。他们会通过声音以及气味来定位白蚁的位置，一晚上能用舌头舔食多达25万只白蚁。而且土狼相当有智慧哈，他们不会对白蚁进行竭泽而渔的吞噬，而是会留一些白蚁在完好无损的白蚁丘里，使得白蚁们能重建家园，从而给土狼持续的提供食物。土狼会记住这些巢穴的位置，然后每隔几个月重返一次，相当有规划哈。当然呀，土狼的好主意会被恐怖的敌人所破坏。来自非洲兽总目长相奇怪的食虫动物土豚会打乱他的一切计划，因为当土豚发现白蚁丘的时候，他会一个挖洞彻底干碎白蚁的老巢，然后大快朵颐。土狼也是一点不惯着他哈。当土豚抛弃掉巢穴之后，土狼会毫不客气的进去睡一觉，主要独居夜行性，在交配季节会一雌一雄结为夫妻，共同在洞穴里养育孩子。土豚直呼内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土狼相当挑食，它们不仅不爱吃腐肉，甚至不咋吃肉，在动物园里必须得把肉煮熟磨碎了它才肯吃2口，一般2岁时性成熟，圈养年龄最大可达18岁。鬣狗属的条纹鬣狗遍布从非洲到中亚甚至南亚的大片区域，是分布最广泛的鬣狗科成员，体长1到1.2米，体重26到41千克，躯干相当强壮，但略有些短，头部很大，前腿还很长，整个体态如同一个2厢的 SUV， 十分紧凑哈。条纹鬣狗的背毛在冬季非常的长而且浓密，有着自来也秘术真地藏的质感。到了夏天，背毛会短很多，但也会变得很粗糙，主要独居夜行性，和土狼一样会自己挖洞，也会给土豚、疣猪等动物废弃的洞穴来个小精装修，然后住进去当2手房。大部分时候白天会在巢穴里休息，等到夜晚再出洞觅食，一夫一妻制，夫妻会共同建造巢穴抚育幼崽。在食谱方面，条纹鬣狗属于杂食动物，它们的颚肌极其强劲有力，在吃腐肉的时候能将尸体撕碎，咀嚼骨头，还会捕猎一些小动物。除了吃肉，椰枣、甜瓜以及其他水果等，它也会吃。假如说土豚是土狼的灾星，那么灰狼就是条纹鬣狗的福星。在中亚地区，条纹鬣狗的食物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灰狼。在灰狼捕猎成功之后，条纹鬣狗会在附近暗中观察，它十分自来熟哈，只要灰狼不表示咬它，它肯定会毫不客气地加入到聚餐之中。在中亚地区的一些民间传说以及神话里，条纹鬣狗登场率很高当然，就如同经典老片《狮子王》对老斑的负面描写一样，在这些神话传说里，条纹鬣狗同样被描绘成了擅长背叛和愚昧无知的角色。一些人还认为，传说中的怪物狼人祭了之后，假如没有摧毁其尸体，在当天夜里，它会复活成吸血的条纹鬣狗向人类宣战。当地人的想象力还是相当丰富的哈。当然，这种发散性的创作并不是毫无依据。虽然条纹鬣狗性格温顺，攻击活人的案例很少，
但是在吃尸体这方面，它可一点不让人失望。在土耳其，好些人不得不在坟墓上放置石块来阻止条纹猎狗挖掘尸体开荤。野生寿命一般12年，圈养条件下可达23年。猎狗属的棕猎狗，有时候它也会被分到单独的棕猎狗属，还有争议。稍近于非洲南部，体长1.3到1.4米，体重38到47千克。它们生活在沙漠地区，4到6只结成一个小群体，有80%的时间在夜里行动，会吃小动物、昆虫、鸟蛋、水果和菌类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纳米比亚海滩救援小队的视频哈？他们经常帮助那里被渔网缠绕的海狗。很多旅客慕名而去游玩的时候，会发现海滩那边简直是臭不可闻呐！海狗的尸体、排泄物、臭鱼烂虾等东西混杂在一块儿，那个味道简直是烂泥兽在世，臭臭泥是直呼内行。然而这样的风土人情，对于棕猎狗来说，简直是美食圣地啊！它们敏锐的嗅觉隔着14公里都能闻到海滩上的美味，使得海狗幼崽是屡屡遭难。当然，它大部分食物是腐肉，而这些腐肉基本都是通过抢夺来得到的。棕猎狗是一种相当战斗爽的动物，有关它的影视资料里，不是在干仗就是在干仗的路上，经常会向黑背狐狼、猎豹和花豹进攻，即便对方没有猎物，它依然会攻击。不把花豹逼到树上是不罢休啊，属实是杀疯了，完全没有参透斑鬣狗与动物为善的处世之道。在部分地区，老斑和狮子会毫不留情地将棕猎狗猎杀，而棕猎狗的幼崽也会被非洲野犬和狐狼捕食，那还是挺悲剧的哈。最后，终于到了我们众望所归的非洲大明星斑鬣狗属的斑鬣狗老斑呐，大家对它肯定不陌生，是咱们频道的老角色了。咱们带红科教频道最火热的3个系列，分别是吃人的老虎、像人的熊和被黑的掉渣的斑鬣狗。今天咱终于有机会来讲一下斑鬣狗的基本信息了哈。斑鬣狗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猎狗科成员，有着圆形耳朵、不带突出的鬃毛和标志性的斑点皮毛，有一种狂野中带着点巧克力味、醇香浪漫的风格。之前的视频里，很多同志纠正我说，其实斑鬣狗啊不是二哥，应该叫它二姐，一点不错哈。斑鬣狗群体的首领通常是雌性，体型比雄性更大，体长95到165厘米，体重可达69千克以上。雄性一般体重会更轻一些。二姐有个特别离谱的地方，它有一个假阴茎，能起到排尿和交配的作用。斑鬣狗的社会性很强，具有一个规模巨大而且多少有些若即若离的群体。平时通常不会聚在一起，等到需要觅食的时候，在群体集合准备战斗。他们在团体协作方面效率非常高，大群体内部的等级划分可谓是一清二楚。像老虎偶尔合作捕食一次，即便是亲子之间，可能也得干一架来分个主次。而斑鬣狗他们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大部分时候谁该干啥心里都明明白白的，而且这种群体结构十分牢固。斑鬣狗首领生的孩子，自从出生那一刻开始，地位就高于群体内的其他人，跟古代的皇女一样。当然呀，假如这位当了皇上的雌猎狗继了，那其他猎狗对皇家血脉发出一波挑战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在社会行为这方面，斑鬣狗也极其复杂。一个斑鬣狗群体最多可容纳80只个体，他们会通过叫喊、地位标记等方式来保卫群体的活动范围。除了很善于合作解决问题之外，老斑在欺骗这方面也很有个人理解。比如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，他会发出虚假情报吓跑其他同类，自己吃独食等。这个其他动物同台出场的时候，老斑通常是一个死皮赖脸的形象，冒着被挠头的风险，硬是要蹭点饭吃。但他们在面对其他同类群体的时候，是相当有边界感。当一只斑鬣狗追逐猎物的时候，误入另一个群体的领地，它会立马停止追击并且退出。当然呀，食物短缺饿得要命的时候，它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此时国将不国，规矩如同儿戏啊。很多时候饿急眼的斑鬣狗会润到其他斑鬣狗群里，一开始它可能会被排挤攻击，但是假如它坚持的时间够长，最后可能会移民成功。在繁殖方面，老斑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，也没有持久的配偶关系，它们的关系是比较的混乱。雌性和雄性会分别和好几位不同的配偶交配。雌性猎狗包括首领在内，据观察，它们普遍更喜欢年轻的雄性，如同古代皇家女性养面首一般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更离谱的。根据英国皇家学会期刊《生物科学学报》2003年6月刊登的一篇名为《斑鬣狗的性冲突：雄性和雌性的交配策略及其与年龄、社会地位和保有权有关的生殖结果》的文章中写道，在斑鬣狗群体内部，那些攻击性高、好斗、想要强行发生关系的雄性很难吸引到雌性。而且由于在斑鬣狗群体内，雄性体型没有雌性大，所以根据观察，这些雄性的成功率是0，反而是那些通过友好策略，比如给雌性梳理毛发、频繁问候、表达友善、长期陪伴的雄性斑鬣狗，最后基本都会顺利和雌性产生后代。一些雄性斑鬣狗会使用跟踪战术，通过尾随雌性，打断其他雄性和雌性的交流，来降低雌性斑鬣狗和其他猎狗交配的可能性。但这个战术几乎没有给它们带来任何帮助，在观察时间内，没有任何一个被跟踪的雌
雌性和雄性发生了关系。当然，大家不必替雌性斑鬣狗担心哈，雄斑鬣狗没它战斗力强，而且雌性斑鬣狗的策略更胜一筹，它们会让雄性斑鬣狗闹不清它究竟是同意交配还是不同意。它不同意的原因究竟是因为在备孕所以不能交配，还是因为它压根就不想和自己交配？这些好斗的雄性斑鬣狗，从而被雌性斑鬣狗迷惑的神魂颠倒，最后只能是乖乖听话。狩猎的时候到了。当前版本自然界，斑鬣狗是种族值高达580的强力 T2 大爷英雄，强大的武功和百分比破甲的臼齿，使他的绝技咬碎面板数值极高。不仅如此，老斑的物防也很强，铁脖梗搭配着坚硬脑袋，使他在面对花豹的攻击时几乎不破防。再加上群体沟通效率高，每个选手的位置都分配妥当，很少有抢位置的猎狗出现，所以在团战方面也非常强悍。假如你选择了斑鬣狗作为这把的英雄，那么我建议你搬掉狮子和尼罗鳄。黄金剑士是种族值600的准神级 T1 大爷，在阿托沙地区，非自然死亡斑鬣狗中71%是由狮子造成。绝技究极粉碎爪对斑鬣狗威胁极大，而 T1 上单种族值高达600的准神尼罗鳄对斑鬣狗来说就像一个游戏中的固定机关，在靠近水的地方，斑鬣狗面对尼罗鳄的咬碎容易被一口毙命。关于猎狗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希望能点个赞加关注。我是戴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，加油吧大家！